你有没有试过这样？明明只是一件小事，却让你气了一整天。回到家以后，你告诉自己，算了，不要想了。可是洗澡的时候想到一次，睡觉前想到一次，第二天醒来又想到一次。最后你开始怀疑，我为什么这么容易生气？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你太容易生气，而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，生气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小时候，我们难过的时候会忍不住哭，生气的时候也会直接表现出来。不管大人喜不喜欢，至少那时候的情绪还会自然流出来。但长大以后，我们开始学会控制自己的反应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我们控制的不是情绪，只是把情绪压了下去。小时候明明不是你的错，大人还是骂了你一顿。你想解释，却听见一句还敢顶嘴，于是你把委屈吞了回去。老板在会议上当着所有同事的面说，这是谁做的？你知道不是你的错，可是你还是低着头说了一句对不起。回到座位以后，你越想越气，却什么也不能说。朋友误会你，你本来想解释，可是看到他正在生气，最后你只说了一句算了。其实那一句算了，很多时候是把情绪一起吞下去了。慢慢的，我们学会了一件事，不是表达情绪，而是把情绪藏起来。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情绪压下来，告诉自己算了，告诉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告诉自己不要生气。可是情绪真的会因为你把它藏起来就消失吗？不会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继续留在你的身体里。有的人开始失眠，有的人越来越没有耐心，有的人一点小事就暴怒，有的人明明笑着，却越来越累。其实不是因为他们脾气变差了，而是他们的情绪已经找不到出口。想象一下，有一条河，平常河水缓缓流动，经过森林、田野，最后流向大海。可是有一天，河流被堵住了。刚开始好像没什么，可是时间久了呢，河水不断累积，压力越来越大，最后不是河流消失了，而是决堤了。人的情绪也是这样，真正可怕的不是生气，而是所有情绪都找不到出口。为什么同样一件事，有的人能够很快放下，有的人却一直放不下？并不是因为前者比较乐观，而是他们懂得让情绪慢慢流过去。压下情绪是一种能力，但回头理解情绪才是一种成熟。生气不是在伤害你，它是在提醒你，有些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。当你一次次被误会，当你的努力被忽视，当你的界限被侵犯，生气其实是在告诉你，这里有一个受伤的地方。例如，需要被尊重，需要安全感，需要公平，需要理解。所以，只要一生气，先问自己一句话，我为什么会生气？有一个男生，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，为了完成一个案子，终于完成以后，老板只说了一句，这个地方怎么没有做好？一句辛苦了都没有。回家的路上，别人只是按了一下喇叭，他就突然很想发火。其实不是因为那声喇叭，而是因为他的努力已经很久没有被看见了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为那件事情生气，其实真正让人难受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事情触碰到了内心更深的地方。有人被别人当众嘲笑，愤怒的背后可能是受到了羞辱；有人努力很久，却一句肯定都没有得到，愤怒的背后可能是委屈；有人不断被插队、被打断、被无视，愤怒的背后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界限一直被侵犯；有人被误会，却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，愤怒的背后可能是无力和委屈；有人一次又一次被欺骗，最后大发雷霆，愤怒的背后可能是失望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是愤怒，但真正藏在下面的却是委屈、失望、害怕、无力、羞辱，或是深深的受伤。那么这些藏在生气下面的情绪要怎么找到出口呢？
第一个出口不是压抑，也不是爆发，而是先问问自己，我真正难受的到底是什么？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生气，可是当我们静下来以后，才发现真正藏在心里的，也许是担心、委屈、失望，或是害怕。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感受是什么，别人就更难理解我们了。当你发现原来自己生气的背后是因为觉得委屈，你就比较能够说出刚才那件事让我觉得很受伤，而不是你怎么每次都这样。当真正的感受被表达出来，愤怒就不用再替你说话，情绪也就开始找到出口了。第二个出口是写下来。曾经有一个人，每天睡前都很烦，后来心理师请他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每天晚上只写5分钟，不用写得漂亮，只要把脑袋里面所有东西写出来。1个星期以后，他说事情没有变，可是我轻松很多。原来很多时候真正压垮我们的不是事情，而是那些一直没有整理过的想法。当你把它写出来，你会发现那些模糊的情绪开始变得清楚，甚至你会开始笑自己，原来我刚刚是在担心这个。文字就像替河流挖开一道新的水道。第3个出口是运动。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你明明很烦，出去散步20分钟，回来以后好像没有那么生气了，不是问题解决了，而是身体帮你处理了一部分压力。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想象中聪明，当情绪卡住的时候，身体会想办法把它释放出去。跑步、游泳、打球、跳舞，甚至只是快走，都能帮助那股情绪慢慢流动。第4个出口是允许自己哭。小时候跌倒了，我们会哭，哭完了又继续跑。可是长大以后，被误会了，受委屈了，努力没有被看见，我们却告诉自己不能哭，好像长大以后眼泪就变成了一件丢脸的事。尤其很多男生从小就听过一句话，男子汉不准哭。可是人不是机器，一直忍着不代表坚强。眼泪原本就是身体替情绪准备的出口，有时候它不是因为脆弱，而是在告诉你，我真的撑太久了。哭并不能马上解决问题，可是它能让那些一直压在心里的情绪慢慢释放出来。所以哭完以后，你会发现心好像轻了一点，因为那些一直堵住的情绪终于开始流动了。第5个出口是找到那个愿意听你的人，不一定要给你答案，也不一定要帮你解决问题。真正的疗愈不一定来自答案，很多时候只是因为终于有人愿意听，有人愿意理解。那一刻你会觉得，原来我不是一个人。不过还有一种出口非常重要，那就是原谅自己。很多人生气，一开始是因为别人，后来却开始责怪自己。如果当时我勇敢一点就好了，如果我没有说那句话就好了，如果我再努力一点，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？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可是我们却不断在脑海里把同一个画面重播了一遍又一遍，好像只要一直责怪自己，就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事。可是过去不会因为自责而重来，只会因为自责让伤口一次又一次被撕开。原谅自己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错，而是因为一直责怪自己并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事，它只会让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继续困住今天的自己。接受自己的错误，承担该承担的责任，然后继续向前。这不是纵容自己，而是给情绪一个真正的出口。情绪不是问题，堵住情绪才是问题。也许我们这一生都不会停止生气，因为人生总会有误会、失望，也会有受伤的时候。重要的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当情绪来了，你愿不愿意停下来，听听他想告诉你什么。也许有时候有些场合，我们必须先把情绪压下来，因为不是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地点都适合表达。但等事情过去以后，别忘了给他一个出口，因为一直压抑，情绪不会消失。只有当他被理解、
被接纳，它才会像重新找到出口的河流一样，慢慢流动，慢慢平静。成长不是从此再也不会生气，而是越来越懂得不让愤怒困住自己。愿你的每一种情绪都能找到出口，愿你的心多一些轻松自在。